好了，那接下来呢，咱们就得创建 Vue 3的这个工程了。工程呢有2种创建的方式啊，跟大家都说一下。第一种方式呢，来大家看我这个目录，就是 Vue CLI， 这个吧，其实就是你特别熟悉的那个脚手架，哎，咱经常说是吧？哎，脚手架。这个 Vue CLI 呢，它是基于什么实现的呢？是基于这个东西，你肯定很熟悉，哎，用这个能创建 Vue 3的这个脚手架工程，哎，你可以用。然后呢，官方又新推出来了一个东西，叫做Vite 啊，这个东西呢也能创建 Vue 3的工程，而且官方推荐我们用 Vite 去创建 Vue 3的工程，所以说在咱们的这个课程上，我就根本不用它去创建了。但是用它创建的步骤，我给大家留下了。就如果说你闲来无事，比如说一会儿听完直播，你想尝试一下，老师我还用我最熟悉的 CLI 能不能创建这个工程呢？也是可以的，哎，你就一步一步就这么操作就可以了。好，所以说我就直接进入第2个了啊，直接进入第2个，就是 Vite。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什么是 Vite。最简单的描述就是它是一个构建工具。其实，在咱们前端圈啊，如果直播间有学那个 Java 的同学啊，有后端的同学，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在前端圈里边 ，Webpack 这个东西，它绝对是属于构建工具领域的老大哥啊，这属于大哥级别的人物，知道吗？哎，就包括 React 那个脚手架都是基于 Webpack 去实现的。然后呢 ，Vue 官方呢，他又写了一个这个，准确点说应该是有语系，他又写了一个构建工具，叫做 Vite。对吧？哎，它是一个新的构建工具，也就是说跟 Webpack 呢是等价的。同学说是不是 Maven？ 其实还真不是你们后端的那个 Maven 啊，后端的那个 Maven 呢有点像前端的 NPM， 这个是吧 ？NPM 算是跟你的那个 Maven 有点相对应的，是吧？哎，好了，来不多聊啊，不多扩展，也就是说 Vite 呀是一个新的前端构建工具，简单说就是它的构建速度比 Webpack 要快。官网地址呢给大家放在这儿了啊，这也是有语系团队的出品啊，大家没事的时候自己可以看一下。然后呢，它有如下优势，简单过一遍，读一遍就可以哈。来，第一个，轻量快速的热重载，能够急速的启动服务，也就是说你去执行项目启动的时候 ，Vite 会更快啊。至于说快到什么程度，一会儿我创建工程你感受一下哈。再有就是对 TS 还有 JS 还有 CSS 等这些东西支持开箱即用，就你不用配置什么东西，直接就可以写 TS 了啊。还有这个就是真正的按需编译。什么叫按需编译呢？大家看一下这2幅图哈。首先呢，看这第1幅图，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这个图是吧？稍微放大一点啊，放大一点来走。首先看第1幅图，就是红色框里的这个图。这个图呢，就是属于哪个东西构建的流程呢 ？Webpack。你看啊，它的流程是这样的：它从这个入口文件进来啊，这个 entry 叫做入口。啊，我知道啊，可能有一些后端的同学，或者是前端没有接触框架的同学，会觉得有点懵啊。说老师，这入口是怎么回事？你就理解为你走迷宫的时候，那个入口，迷宫不是有入口和出口吗？对吧？哎，从入口进来呢，它先分析路由，路由分析完了之后啊，每一个模块都分析，分析完了之后进行一个 bundle 啊，进行一个处理，处理了之后，它再告诉你我的 server ready 了，也就意味着你的工程启动了。那整个这个过程其实主要就是这个过程是很耗时的。哎，你可以感受一下，如果你用 Webpack 去架构一个东西，你的路由特别多，你的模块特别多，你的组件特别多，其实你的那个东西启动是非常非常慢的，对吧？这就是 Webpack。哎，第1个图，这是 Webpack 构建的流程图。那 Vite 的流程图呢是这样的，来，大家看这个红色的 Vite 的流程是这样的，就是它一上来就告诉你 Server Ready 就 OK 了，我的开发服务器启动了啊，项目启动了。那你看你对比一下 ，Webpack 是最后这个 Server 才 Ready。而 Vite 是什么？一上来我的 server ready， 说老师那什么都没有准备，那怎么就 ready 了呢？他等你呢，你看啥他准备啥。哎，就简单说 ，Webpack 什么流程呢？我也不管你看不看，我也不管你看哪个，反正都分析、都处理，最后都 bundle， 然后最后呢，哎 server ready。那 Vite 的做法是什么呢？一上来就是 OK， 我已就位，然后呢，我看你想看什么。你从入口文件进来了之后，如果你看的是这个路由，如果你看的是这2个模块 ，OK， 我就立刻去处理，然后给你看。那你不看的呢？那你看这红色的，你没看这路由，你也没看这模块 ，OK 啊？那我就不处理。哎，所以说就简单来说，它变得很聪明了啊！这就是一个最浅显的认知，行吧？哎，在这儿呢，咱还是不长篇大论的说过多的原理，对吧 ？OK， 这就是简单的一个对比。所以说一句话 ，Vite 构建还是挺快的，是吧？哎，就像咱同学说的哈，我就看到这个同学说那说像懒家仔，确实有点那意思，对吧？你用的时候我再处理，处理完了我再给你看嘛，对吧？就这意思。刚才有同学问说 GS 是什么啊？简单说一下 ，GS 呢其实就是 GS 和结构混着写的一种语法啊。如果你了解过 React 的同学，你应该知道是吧？哎 ，GS。好了，在这儿不多说。那么接下来我们得一起干嘛？去创建一个 Vue 3的工程，而且是用什么创建？用 Vite 去创建。
好了，那怎么创建？步骤已经给大家写到这儿了。说老师，你这步骤你是怎么知道的呢？当然，我也是看了官方文档，对吧？你可以点击一下，在笔记里边给大家整理好了。你看，这就是官方文档，也就是 Vue 的官方文档，它告诉你要执行这个东西，去创建基于 Vite 的 Vue 3项目。哎，你运行这个就可以了。哎，这块呢补充一下啊，如果有后端的同学，首先我要说一下，你的电脑上要具备 Node.js 环境。Node.js 如果你不安装，你是没有 npm 这个命令的，对吧？那怎么安装呢？简单说一下，如果你的电脑上没有 Node 环境，你就直接搜索 Node.js 啊，直接找到中文网或者是官网都行，然后点击下载，然后你一步一步安装就可以了。安装这个啊，这是稳定版。说老师，我怎么知道我的电脑有没有 Node 环境呢？简单，输入 cmd， 输入 Node 回车。如果他告诉你，哎，是哪个版本，等待着你输入代码，那就是证明你具备 Node 环境。哎，如果你输入完了 Node 呢是这样的，比如说，哎，不是内部也不是外部命令，就证明你没有 Node 环境，你去安装就可以了。记得安装完了之后重启一下电脑。好了 ，OK， 直接开始创建咱们的工程啊，那就是这段代码呗，直接拿过来啊，或者你如果不喜欢我这笔记，你从官网上拿也可以，对吧？好了，回来右键，然后在这儿呢，直接终端打开，那把这个网关一拿就可以了。好了，接下来敲回车走。然后大家注意啊，你得在你知道的地方去执行绿色的这个命令。之前在班级讲课的时候吧，同学是这么打开 cmd 的，直接输入 cmd， 然后在这儿，那你看你这个目录呢，那就是这个，对吧？那你看如果我在桌面上右键呢，哎，那我回来的就是这个，对吧？我的用户名，并且是我的桌面。OK， 接下来的这块呢，它让你输入你项目的名称，注意原则是不能出现中文和特殊字符，最好用什么？纯小写的字母加数字加下划线去组成。那在这儿呢，我就起一个好听的名字，叫 Hello 下划线 Vue 3。哎，这就是我们工程的名字了。这个名字在接下来好多天的直播我都要用。接下来你敲回车表示确定。接下来呢，他就开始问你了，就像一种定制一样啊。他问你，他说你需不需要添加 TS 啊？那你觉得呢，各位？Vue 3拥抱了 TS， 然后你说不，我不写，那肯定不行啊。所以接下来，哎，摁你的键盘上的左右切换，选择 Yes， 这就代表你要配置 TS 环境。回车，然后接下来他问你是否添加 GSX 的支持，这里呢我们就不需要了。哎，我直接选择 No， 回车表示确定。这是什么意思呢？他问你，他说需不需要我帮你把路由的环境也配好呢？这块说一下，咱们不需要。你等过几天我给你讲到路由的时候啊，我会亲手的带着你去配置路由环境。确实实际开发的时候可能我们就选 Yes 了，他给我配好就得了。但是如果你想仔细点学的话，不行，你得选 No， 对吧？再来，这什么意思？说是否让我帮你添加 Pioneer 这个状态管理呢？那当然是不添加。过2天我们讲的时候，哎，自己再添加。所以说依然选择 No。再来，他说是否让我帮你添加一个单元测试呢？这个我们也不需要，选择 No。好，再来，他说是否需要一个端到端的测试呢？咱们也不需要，选择 No。哎，这块儿他说是否需要我帮你安装 ESLint 这个语法检查呢？其实干过开发的人都知道，语法检查这东西在实际开发中那是必须得用的，对吧？而且每一个公司都有自己检查代码规范的这个标准，都有自己的配置文件。那在这儿呢，为了我们能够随便的写代码，为了我们能够自由发挥，所以在这儿呢，我选择的是 No。如果要选择 Yes 吧，其实就会造成什么问题呢？比如说有一天我写了一个 alert， 你发现语法检查过不去了，说你不能写 alert 啊。然后有一天呢，我写一个 console.log， 哎，然后你发现呢，这个语法检查说你不能打印 log， 这就很烦，我还得一个一个去关。所以说在这儿呢，我就选择 No 了 ，OK 吧？好，继续就完事儿了。哎，说老师这工程就创建好了？是的，你觉不觉得创建的过程它比那个 Vue CLI， 哎，就比这个东西，我们之前 Vue 2用的这个 Vue CLI， 比这个东西速度就要快。你看瞬间就 OK 了。所以接下来你要做的就是关掉它，然后放在这儿。好了，那直接右键选择 VS Code 打开。这块呢说一个小事情啊，哎，浏览器我先关掉。如果你是后端，那么你发现呢，其实你好像不太用 VS Code， 你可能用 IDEA， 对吧？哎，或者你用什么 Eclipse。如果你要是后端工程师并且呢你现在在写前端的项目，我给你个建议，就是你用 VS Code 吧。别的咱们不说，就至少对于前端来说，对这些主流成型的框架，而且是 Vue 3来说 ，VS Code 其实挺好的。而且 Vue 官方还针对 VS Code 设计了2个官方出品的插件，对吧？所以你可以看到官方对 VS Code 的这种支持。所以说给大家建议是你用 VS Code。当然了，这个呢就是看个人喜好了。你说老师我就喜欢 WebStorm， 是吧？之前也有同学跟我说过，老师我为什么喜欢 WebStorm 呢？因为我觉得呢，收费就有收费的道理，没毛病，这话可以，是吧？哎，所以说你选择一个你喜欢的就可以了。那在这儿呢，我选择 VS Code。好，打开之后呢，你会看到有很多的文件夹和文件，是吧？咱们挨个的呢去给它说一说。首先打开这个点 VS Code， 你会发现呢，它里边有一个 JSON 文件啊，给大家放大一下啊，在这里有一个 JSON 文件，它是干嘛的呢？打开之后你会发现，它这里边其实配置着插件。
就是说你的 VS Code 如果一个插件都没有安装的话，它会马上给你一个提示。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啊，我的 VS Code 呢现在是已经安装上了这些插件，所以说呢我给它卸载一下。我安装了这2个插件，哎，你发现都是带有官方认证标记的，这2个插件都是 Vue 团队出品啊 ，Vue 官方出的。来，我把这2个插件呢给它卸载掉，这个呢也给它卸载掉。好了，接下来我关掉 VS Code， 我重新打开这个工程，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呢，在这个右下角啊，它可能就会有一个提示，说希望你安装一下官方的插件。说老师你这也没有啊，你随便打开一个文件来，你看，是吧？有这个提示了，说是否要为此工程安装 Vue 的扩展呢？你点击安装就可以了。好了，这个安装，哎，然后你发现这个自动也安装完了。所以说你看这个文件夹它就是干这事儿的，所以说你要给它删掉吧，倒是也行，哎，所以说留着吧，还是啊，完事儿。然后再说这个 public， 这个呢其实就是脚手架的跟目录，这个里面呢就放了一个，就是页签图标。这个东西是干嘛的呢？就简单说啊，各位，平时我们都用百度啊，我们也用京东，是吧？我们也用这个今日头条这些网站，那你没发现每一个网站都有自己的这个东西吗？是吧？这个这2个蓝色箭头所指的这是什么呢？这叫页签图标。哎，也就是说 public 里边的这个就是那个页签图标，完事儿啊，收起来。咱们在这儿呢，先不聊过多啊，什么这个服务器的跟路径有几种形式哈，有几种情况，咱们不聊这些，是吧？好，完事儿。再说 SRC 这个里边啊，我说一下，这个里边可是你的工作成果啊，你前端工程师所有的这个工作成果都是在这 SRC 里呢。你写的什么.gs 呀，你写的什么.css 呀，你写的什么.vue 啊，都在这个文件里呢，是吧？这是源代码文件。好，这个不说了。前端后端的同学应该都明白，这是 Git 的忽略文件啊。这个呢有必要跟大家聊一下啊。我发现呢，有一些同学啊，他删这文件，各位这文件你不能删呀，你删了它废了。它是干嘛的呢？你打开，你说老师他什么也没干，它里边就引入了这么一个东西，而且还飘红。说一下飘红的原因是啥？是因为来你注意观察，我问大家伙啊，你说这里边有这文件夹吗？有这个吗？没有，没有 modules， 那就意味着啥？就意味着它没有依赖。哎，所以说飘红的时候呢，你别慌。你直接执行一下这命令就可以了 ，npm i， 这什么意思？就是安装所有的依赖啊。给后端的同学聊2句，其实你这个命令就相当于什么呢？你根据你 Maven 的那个清单，你把所有的架包都安上了，就有点那种感觉，对吧？哎，好了，安装完了之后呢，你最好关掉一下 VS Code， 然后重新再打开一下啊。这时候你发现你再去看这文件的时候，好了，它就不报错了，而且你发现一个文件夹它也有了，叫什么呢 ？Node modules。OK， 完事儿。好了，那这文件是干嘛的呢？直接说。TS 啊，这个东西它不认识这些文件。你比如说，你引入了一个.jpg，TS 不认识；你引入了一个.txt，TS 也不认识。所以说，这个文件的作用就是让 TS 去认识这些文件。说老师，我还是没太听懂，那我简单给你写一段代码，来，你把这个代码呢给它删掉，没了是吧？删掉了这个东西，你看后果是什么 ？SRC 里边我新建一个 a.ts， 我再来右键新建一个 b.txt， 这个时候你看好啊，各位。啊，别的你先不用管啊，别的先不用管，你就观察 SRC 里边我是不是新建了2个文件？来，注意看，这是 SRC 吧？里边我是不是新建了一个 a.ts 和 b.txt 啊？好，那你看好，我在这个 a.ts 里边，我要引入这个 b.txt， 哎 ，b from 哪儿呢？当前目录下的，找到这个 b.txt， 那这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哎，怎么的？它不认识，是吧？哎，说老师是不是你没用啊？那我用一下 console log， 我打印一下这个 b， 那你发现它依然飘红，就是 TS 它不认识这个 .txt。那怎么让它认识呢？哎，回到这儿，你把这个给它加上，这时候回来，你看立刻它就好了。哎，那所以说呢 ，Vue 官方把所有你可能要写的文件都给你做好声明了。你就比如说这个里边，你摁住 Ctrl 键，你一点，同学你看一下，什么.css 呀，.module.sas 呀，还有你往下找什么.sas.css， 还有什么呢？.stylers， 它都给你写好了，就是前端常用的这些文件，它都配置在这儿了。你看，包括各种图片，包括各种视频图标，是吧？都有。好了，这块聊到这儿就完事儿。那我不能随便去动这东西，所以说这 A 和 B 呢，我还是给它删掉。好了 ，SRC 又回到了它原本的样子，完事儿。所以说这个文件是干嘛的？跟大家说完了。SRC 里边的东西你别着急，一会儿我再带着你看。然后再说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入口文件。哎，这块你一定要注意，各位 ，Vite 和 Webpack 有区别了。对于这个工程来说，入口文件就根本不是什么 min.gs， 也不是什么 min.ts。那入口文件是啥？入口文件是 index.html， 就是它，哎，打开，这就是一个 HTML 文件。比如说呢，我们验证一下，我把它原来的这些东西都注掉。好了，那接下来呢，我写一个我自己的一个简单的结构，我写一 h1， 我写一个你好啊。好，这个时候呢，我启动项目，注意，各位，我现在要启动项目，那我告诉大家伙，你 SRC 里的东西，你一个都没用，你只是把这个文件呈现到了你的浏览器页面上。我们来试一下。好，考大家一个问题啊。
你拿到手一个前端项目，你怎么去启动它呀？拿到手一个前端项目，你怎么去启动它？你得看哪儿？当然是 package.json， 对吧？哎，找一下这个短命令，短命令在哪儿？应该在这儿了，叫 dev。哎，所以说你想运行的话，你要执行 npm， 然后呢 run dev 回车，稍等，看速度很快吧，各位。OK， 完事儿，直接可以了，打开走。那这时候你看项目就出来了，你看就是3个字儿，你好啊，对吧？哎，说老师为啥这么简单？因为你把它原有的东西删掉了。那如果我不写我自己的这个，我把这个给它解开呢？哎，那这个时候你看啊，来停掉你的脚手架，重新启动，稍等，打开。这时候你就会发现，来，是吧？人这些东西就都有了，对吧？说老师，那他这个怎么这么多东西呢？哎，你仔细看，来，别的咱不关注啊，就关注这个。你看一下他干嘛呢？哎，他在引入这个 min.ts。哎，min.ts 在哪里？看好，在哪里？在 src 里。所以说你打开 src， 你找到 min.ts， 你瞧，它是不是在这儿呢？ min.ts 支撑着整个应用就跑起来了，对吧？但是现在咱先不分析 src 里边的东西 ，OK？ 所以说各位把哪个分析完了？把 index.html 这个就分析完了。好了，这两个不说了，熟悉前端项目的人都知道这是什么？这是包的管理的这个文件，对吧？或者叫做依赖声明文件。readme 这也不说了，是吧？就是一个简单对工程的介绍，这东西其实我们不需要，直接给它删掉就可以了。好，然后这3个简单说也是 TS 的配置文件啊，你留着它，别动它就可以了啊。说老师我删掉不行，删掉之后你的 TS 可能会出问题。好，再说这个是整个工程的配置文件。这个东西今天我们不用，但是过几天我们就会用了。这个里面都能干嘛呢？都能去安装插件啊，也能去干嘛呢？就比如说配置一些代理，都能在这儿。过几天的直播，我们就会用到这个文件了。OK 啊，在这儿今天其实你点不点开它都无所谓了。好了，关掉啊。那怎么停掉脚手架呢 ？Ctrl C 就停掉了。好，完事儿。那这就是对整个这个工程的呢一个简单的分析啊。注意，我还没有去分析这个 src 啊，还没有说这个。好了，这一小节停。